這節的焦點，我們要帶大家來探討最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對於中國大陸的態度很強硬，但是現在私底下高市早苗是吃了後悔藥了嗎？怎麼來說呢？因為日本的朝日新聞報道說，其實在高市在發言之後，他曾經就跟身邊的人說他是不小心說過頭了。那現在呢，他身邊的親信也懊悔說，是因為這個官邸的資源不足啦，所以沒有考慮得很周全，沒有想到會有這個反彈。另外一位親信他的說法則是說，其實高市個人的能力是非常強，但是是團隊不夠穩固，未來他們要解決。好，那說回來，他的這個不小心說過頭的這個說法，賴教授您來看，他是想要透過這種方式，其實在跟北京遞出橄欖枝嗎？他是在一種障眼法了啊，又在另外一種欺騙。因為我們都知道，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右翼分子啊，他們最擅長的就是騙啊這個字啊，他們幾乎都在用騙的。安倍晉三他自己都說了嘛，就是說有些事只能做不要說嘛，啊，這個和平憲法不能改，沒關係嘛，我們就從這個你看不見的地方裡面來改，啊，那也就是偷偷的，就是說安保啊，美日的安保就修改。2015年的時候把美日安保修了以後，那就是變成有緊急危急事態啊的這個法律就把它寫到裡面。自衛隊本來應該是專屬防衛日本的本土，就說哎呀，我們修改了安保條約，所以我們要去保護美國的軍艦，所以呢，日本就要參戰，啊，就是採用這種方式，就一個一個就改了嘛，就把自衛隊變成一個所謂的國防軍的這樣一個概念，這個就是安倍晉三所用的方法。那也就是說，他在他任內的時候就不說日本有事就台灣有事，可他卸任以後，他就說日本有事就是台灣有事。這個就是只做不說。好，那你想我為什麼會說這個高市早苗的幕僚故意把這個新聞去餵朝日新聞？這個就是一個障眼法，用騙的。他選擇的不是右翼的新聞，他選擇的是左翼的自由派的媒體，因為朝日新聞是日本的第2大媒體，這第一個。第二個呢，它是在藝文界裡面啊是最受歡迎的媒體。第三個就是。他長期以來，他就是左翼的、左派的，而且比較偏自由主義，所以他反對修改日本憲法，反對軍國主義，啊，然後他反對慰安婦，他所有的那些日本軍國主義時代的東西，他都反對。好，那所以這樣的一個左翼的媒體，透過他來說，高市早苗說過頭了，不小心說過頭。這個不小心說過頭有兩個層面的含義。第一個含義就是說，哎，這不是我的本意了，哦，例如說我跟誰吵架，然後我氣急了，我就講了一個非我本意的話，那這個就是我不小心我說了不應該說的話，這個好像就是啊，這不是我的本意，你可以這樣解釋嘛，哦，你也可以這樣解釋，可是如果這不是你的本意，你就收回嘛，那為什麼不收回？對，為什麼他不收回？為什麼官方長官說我不收回？為什麼外相說我不收回？為什麼他派出去的金井正章也不收回？這代表這是他的本意。好，所以第二個層次，也就是說，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說嘛。那我不小心說過頭，就是說我不小心把我的底牌說出來了，是嗎？說謊，公然說謊。為什麼？因為同一篇的媒體，同一個採訪裡面，因為他是不具名的官員採訪，而且是聯合採訪。所以不是只有一個匿名者，他是有2個以上的匿名者。另外一個匿名者他是這麼說的：11月7號的凌晨3點，高市進入官邸的書房，開始在閱讀各部會送過來的這些他要接受答詢的答詢稿，也就是各部會送來了，他的幕僚幫他整理好了答詢稿送到他桌上，他開始在看了。他把他的所有的重點要講的畫紅線，要講的話改了，就都改好了，都弄好了。那已經工作了好幾個月，所以他把重點，他是新聞人呢，您是新聞人呢。新聞人一旦把重點寫上去，把畫點畫上去，就是那是梗。我就是特別要透過國會答詢，把這個訊號傳出去的頭版頭，絕對會成為日本熱點新聞。誰不曉得？他是媒體人出身的，他專業訓練過的，他當然知道哪些東西一定會是頭版頭，他就是要頭版頭。所以頭版頭以後發現，哇，這個禍闖大了啊！所有人都在告訴他說，
安倍晉三只敢做不敢說，美國不敢說，日本的歷屆首相都不敢說，你敢說，你勇。他本來就是要告訴大家，我最勇。為什麼？因為有川普挺我。川普在公開的場合說，我高市早苗只要有求，他必應。這4個字，有求必應，100%滿足你。這個就是當時川普說的是場面話，場面話你這個高市你看不懂嗎？你還給我下不了台。場面話就是說不兌現的，但是高市早苗想利用川普的場面話變成他的後盾，來給極右翼的施加壓力，說我有美國做後盾，我是右翼的老大，不是你麻生太郎。這是對於黨內的派系。另外對外面來說的話，就是我高市早苗，我声望振隆，我敢做你們都不敢做的事，這是一種極端的挑釁。現在禍闖大了，開始想收了，是找那個幕僚不匿名的在那邊傳話，騙誰啊？軍國主義者就是一個字，騙。好，賴教授說這個高市早苗禍真的闖大了，因為現在呢，中國這邊北京的反制手段其實最有力的，我們要說到的就是車用晶片跟稀土。那中國呢，您從图卡上看到，在中重稀土幾乎是掌握了全球工艺。這些稀土呢，說回來跟這個高科技的磁材、半導體、軍工還有新能源，其實都是非常的關鍵的。那舉例來說，日本雖然說很努力自救，但是到2024年底，他們從中國進口的稀土比重，反而是從您看到2018年的50%上升到63%。尤其像是一些重稀土，像是銫、鋰、氪這些呢，都是電動車馬達驅動系統不可或缺的材料。那大家在說一旦斷供的話，其實呢，日本它整個高科技產業可能都會受到影響。好，委員您來看，如果真的中國真的動手了，就是對這2個車用晶片跟稀土全面的打擊的話，那日本他們的產業，甚至說整個供應鏈會受到多大衝擊？簡單的評估哈，日本的汽車產業看品牌。有的品牌啦，必須減產10%，有的品牌要減產30%，啊，如果減產這樣的話，他們的股票價格會跌多少啊？大家盤算啊。第二個，車用晶片的方面，當然不只是汽車在使用，因為可能很多人不曉得，車用晶片很多在軍事工業上用的也不少啊。你別看那個炮兵移動很緩慢，那也要車用晶片對哈。所以如果這些缺料的話它的計劃中的武器生產量可能要停掉20%啊。然後它的這個電動車跟那個所謂混合動力車，有電動有柴油車減產1半，減產1半。那除此之外需要稀土磁鐵的只有汽車，不是工具機啊，還有光學儀器所用的稀土玻璃，不只是稀土馬達，稀土玻璃，還有日本最擅長的精密儀器，還有半導體製造設備，全掛，因為它用量比較大那其他的涉及到電動動力用的儲能電池，各式各樣的電池那供應量會全部亂到一團。那有人說，那長期有沒有辦法解決呢？有的，成本2倍對，那因為它要靠回收吧，短期內靠回收來使用所以如果中國大陸祭出這個東西的話，那我們只能祝福日本讚美日本是太厲害了，能夠承受住這麼大的打擊，而且。整個日本產業在為高市早苗的政策付出一個莫名其妙的代價。那到時候就看看日本的民意會不會反轉來這個批判高市早苗。現在日本的民意還是在熱衝衝的，覺得你看我敢跟中國大陸叫板我敢踩在中國大陸的老虎尾巴上我敢挑戰中國大陸所謂核心中的核心利益嘛。現在講都是很開心，那等到事到臨頭，那就可不一定了因為很多東西沒有替代。為什麼？這個電池用的石墨負極材料，100%中國供應；正極材料60%中國供應。他哪裡去拿這麼多的量啊？這是個現實問題那除了剛才我講的鋰電池這些，因為負極材料、正極材料主要講的是所謂磷酸鋰鐵嘛，
正極材料主要講的是石墨嘛。那你這兩個在全世界你找不到那麼大的量的供應啦，有點像說美國我產大豆可以賣給別人，可是最大的量在中國，那你一樣，它供應就在中國，你其他地方拿不到，越南可以拿一點啊，澳洲可以拿一點，東側西側。那像車用晶片，連那個最不起眼的安氏半導體的晶片，那個實在是最便宜的，中國不封裝不出口給你，通通就掛了。不過當然了。因為日本它也靠台灣供應一部分啊，台灣比如說力積電有供應它這些晶片哈，那基本上這個安氏半導體影響是歐洲比較多，影響日本比較少。可是不只有安氏半導體的晶片了哦，所以日本最好長個眼睛。好，高市早苗现在对于这个中国叫板，他在国内民意是非常旺的，但其實在政壇現在已經有一點不同的聲音了，蠻兩極的。我們來看到，像是立憲民主黨前首相野田佳彥，他說首相有點說得太超過了，日中關係可能陷入危險。那自民黨的前首相石破茂，他說如果把這個所有情況說出來，可能會削弱原本的嚇阻力。其實這個部分賴教授剛剛也幫我們提到了。好，我們要請教酈將軍你怎麼看？因為現在連同黨的前首相也有不同的聲音。那高市早苗會不會遇到日本內部的反撲？但是剛剛蔡委員提到，他現在在日本的民調是非常高的。雖然說中國對日本不管在旅遊啊，或者是這個電影啊，甚至於今天傳出來水產，甚至於牛肉哦，都採取經濟的這種制裁的相關的手段。但是我覺得短時間之內哦，日本的民眾不會感覺到痛。所以說日本會繼續支持高市早苗哈，所以也就是為什麼他現在的支持度哈會高達69%那麼高。我覺得日本你要了解這個民主哈，這個倭寇民主，它就是生長在一個島上面。你看日本這個島有兩個它很大的一個罩門，第一個就是它沒有縱深。我們從上次福島這個核電能事變就看出來，這個國家只要發生一點核能或者一點重大的這種你不要說戰爭了哈，光核能電廠它就發生事變，對它國家就造成很大一個衝擊。第二個，它所有的資源都要來自於從海上運進來，所以它很擔心它的海上運母線被切斷哈。那它也需要向大陸來發展，所以它每一次對外侵略的時候，對外主動攻擊的時候，它都用同樣一句話，叫做日本存亡這個危機事態哈。那你看9·18事變，他就想要到這個大陸來向大陸來做發展。那之前來講的話，他也是用這句話去用這個當做理由去攻擊這個珍珠港，造成珍珠港事變。為什麼呢？因為他講的就是說，你美軍會不會主動來切斷我的海上運補線？所以我要先攻擊你。當然這次來講，台灣也是面臨同樣的理由。大家不要以為說高市早苗講的話是在幫助我們台灣，不是，他是怕說是台灣一旦被中國控制住以後，他的海上運補線由南往北的運補線會被切斷，所以他才說日本存亡事態哈。所以他是依據這個，不是說是為了幫助台灣怎麼樣，不是。但我們台灣人自己不必往自己臉上貼金了哈。但這也凸顯出我們台灣在地緣戰略上的重要性。那像這種島國，很明顯的，它是屬於一種就是說這個非常不安全感，那對周邊國家敵意也非常的重。這也就是為什麼高市早苗到現在為止，一般老百姓還會在支持他哈，因為島國心態就是這樣嘛，他都會主動去攻擊人，你不去招惹他就會先來弄你，因為他還有一個很嚴重的這種不安全感的心態。我覺得高市早苗未來來講，可能有3條路可以走哈。這第一條路就是他把話吞回去，中國叫他把話吞回去，收回去。但是目前看起來哈，他大概高市早苗在民意這麼高強度的支持之下，我認為這條路可能不太容易，也他大概做不到。第二條路就是這個都不講話，保持沉默政策哦，然後等到事情翻頁過去，過了時間以後，看事情會不會自動翻頁過去。我覺得這也不太容易，因為這個中國大陸在這方面來講的話，絕對不會就此罷手，也不會讓他就此翻頁過去，一定要強硬的要他表態，雙方來講也沒有退路。所以高市早苗剩下第3條路，就第3條路繼續誘到底，繼續硬到底。所以為什麼會傳出來說是他可能在12月的某一天突然又去靖國神社，甚至於他有沒有可能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就直接所謂的無核3原則就直接引進核子的武器哈，這有可能，也有可能
他恢復他的這種軍國主義的這種就正規的軍隊哈，把它已經這所謂的自衛隊改成正規軍隊，我覺得可能性是很大的哦。這個東西大家不要輕忽了。但是你如果說繼續這樣做的話，我覺得中國大陸來講的話，一定會誓不甘休。所以這是中日兩國這個衝突來講的話，可能後面來講，我自己研判會越演越烈，因為雙方目前都沒有台階可以下。好，謝謝3位專家精彩點評，我們稍後休息一下。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